自天地之初，生灵繁衍，六界之中，当属神界代表世间规则和真理，更有六界碑维持天地秩序安宁。直至3年前神界覆灭，南华剑仙门继续守护六界碑，向来饱受浊气侵蚀的魔界，妄图颠覆且重定规则，成为六界主宰。从此以后，仙魔之战再未停歇，魔尊逆伦召唤虚天群魔，直奔通天门，杀入南华，意欲摧毁六界碑。南华剑仙门以云丘天尊为首，众弟子合力抵抗，继而付出惨痛代价。逆伦之妻水姬舍身拯救苍生，云丘天尊获得极天之法，终与逆伦同归于尽。其徒弟重华尊者洛阴凡承袭衣钵，继任新一代仙门首座。然而逆伦肉身虽亡，却能留下一丝魔力注入逆伦之剑，仙门将此魔剑镇压在昆仑山底，能用魔血召唤虚天万魔的天魔令，则被封印南华祖师殿内，以绝后患。14年后，山河愁云散尽，满目疮痍的大地迎来一线生机。坐落深山外的城镇静谧祥和，每逢华灯起，茶楼酒肆，宾客纷至沓来，偶有仙人出没，不足为奇。乞丐小虫子偷包子遭毒打，几近命丧黄泉之际，得洛阴凡相救，全身血污瞬间消失，认定他就是仙人降临。洛阴凡没有正面回应，施法令其昏睡，待小虫子醒来已是次日天明。起初小虫子以为自己做梦，当他看见手里握着一块精致糕点，笃定昨夜发生的事情真实存在。嚣张跋扈的乞丐们想要夺走糕点，小虫子死死拽着不放，忍受着对方的拳脚相加，瞪着大大的双眼，幽深不见底，浑身充满杀机。关键时刻，一股力量凭空袭来，白衣君子楚不负缓缓现身，无论样貌或气质都极似洛阴凡，但是小虫子知道他们并非同一人。楚不负温柔如玉，告诫小虫子受到欺负可以生气，绝不能妄动恶念，紧接又在他掌心画上一道符咒。小虫子不知所以，想要修炼成仙，通过楚不负知晓南华剑仙门招收弟子。因为重任在身，楚不负告别小虫子离开。反观小虫子将糕点分享给好朋友小豆子，岂料乞丐们再次来找麻烦，只不过这次掌心符咒起到作用，吓得对方慌乱而逃。当天夜里，符咒莫名消失，小虫子心生疑惑。等到天亮后，小虫子亲自为小虫子送行，拿出所有钱买了一块糕点送给他，一双眼睛已在暗处注视小虫子，随着他背影渐行渐远，这才回过身向王月禀明情况。九重天上传来消息，长生宫弟子楚不负杀害公主及3000弟子，盗剑叛逃，堕入魔道，一时间惊动各派仙尊。南华都教尊者闵云中召集众人，宣布将楚不负逐出仙门，命令弟子即刻出发捉拿，无论生死都要把魔剑安全带回。洛阴凡觉得事出有因，表明会亲自彻查，闵云中也不好多言。当初洛阴凡借助北斗之气炼成无方珠，楚不负携弟子前往昆仑护送魔剑，二人为挚友相识多年，他始终不相信对方会做出这等恶劣行径。接下来又是仙门开启之日，小虫子跋山涉水抵达，唯独他衣衫褴褛，遭到众多世家子弟的嘲讽。须臾，一阵马蹄声由远及近，引得大家纷纷侧目。秦柯衣着不凡，骑着高头大马，贵妇人从华丽马车下来，交给他一块令牌信物，叮嘱他记得转交给天机尊者于度。围观的世家子弟露出羡慕神色，小虫子撇撇嘴不以为然，嘲讽秦柯仗着爹娘说情混进仙门。秦柯闻言脸色大变，碍于身份没有跟他过多争论。话音落，九公主司马妙元匆匆赶到，难掩对秦柯的爱意，而他亦是追随秦柯拜入仙门。秦柯和司马妙元出身高贵，自然是对小虫子带着鄙夷。小虫子生气回怼，完全不落下风。众人忽闻耳畔轰隆声响，不约而同望向山门，发现整座大山变成万丈悬崖，深不见底，险恶至极。一道石桥直通尽头，数千条藤蔓攀附。有人率先冲上石桥，毫无悬念地坠入深渊。仙长们自然不会伤害这些孩子，主要是设置关卡考验大家。淘汰接近一大半，小虫子和秦柯等人顺利过关，三面环湖落入眼帘，湖水冰凉刺骨，更没有渡湖的船只。在此期间，小虫子免不了要和司马妙元吵架拌嘴。洛阴凡在仙宫里默默观察，
忍不住感慨这个小丫头脾气火爆。正当众人兀自苦恼如何渡湖，一块块石头从湖水里冒出来，石头变化没有规矩，稍有不慎就难以回头。秦可处之坦然，能够准确无误找出稳固的石头。小虫子勇敢无畏，屡次伸手搭救司马妙元，二人根骨极佳，引起闵云中和于度的注意。第二关通过后，一行人沿路往前走，古木参天，锐气缠绕，身临其境，快要忘记潜在危险。直到白虎猛兽拦路，白虎步步逼近，其他人四散而逃，唯有小虫子毫无畏惧，周身散发强烈煞气，最终逼退白虎，脱离危险。仙长们通过镜像观察到这一幕，不免感到震惊。千百年来历经三世，上一位天生煞气之人乃是魔尊逆伦，纵然身死，依旧令无数人为之忌惮。于度速查小虫子来历，确认他本姓仲，双亲早已病故，从小沿街行乞，看来也算身世清白。可即便如此，闵云中也不愿冒险招收为徒。南华仙门何愁没有好弟子？于度理解闵云中的想法，也有些许惋惜。经过几关试炼，大家终于来到仙门处。南华首座弟子沐浴等候多时，而他作为都教闵云中近年来最得意的弟子，早已名声远播。沐浴温和亲切，举手投足带着清雅气质，小虫子对他颇有好感，忍不住询问他是否会收弟子，继而得到肯定答案。行进大道，又有百步十级，六合殿高居尽头，宽阔庄严的大殿内，两旁站着数十名弟子，神色肃穆，面向上首。于度率先开口，点名秦科出列。秦科没有交出信物，得到于度的赞赏，顺理成章拜入其门下。反观闵云中环视一圈后，目光落在司马妙元身上。司马妙元贵为公主，凡间至尊，却在仙长们面前谦逊有礼，留下极好印象。闵云中收他为弟子，其他人资质平凡，也会陆续拜在各派弟子门下。于度告诫他们须得刻苦修炼，谨记勤能捕捉。正当小虫子跟着大家往外走，忽然被闵云中喊住，紧接听见他让沐浴把自己送下山。沐浴犹自迟疑，还未等回应，小虫子大声质问闵云中，并且斥骂他是瞎眼神仙，拒不接受所谓的天生煞气的荒唐言论。闵云中恼羞成怒，一掌击向小虫子，眼看他要命丧黄泉，洛阴凡飞掠而过，把他护在怀里。大殿上鸦雀无声，奇静无比，虽是恭敬，实则神色各异，其中夹杂着惊喜、崇拜，更多则是不可置信。门如天地，天地何其小，唯有洛阴凡在小虫子眼里真实又高大。洛阴凡不顾闵云中阻拦，坚持要让小虫子拜在自己门下，以崇华宫之众为姓，紫竹峰以子为名，取名虫子。此话一出，在场弟子更是面面相觑，毕竟洛阴凡从不收徒，居然会为小乞丐破例，实属罕见。洛阴凡看向于度，师兄弟之间默契，只需一眼就能领会意思。于度帮着洛阴凡说话，闵云中闻言果然没再反对，任由掌教安排。待闵云中走后，洛阴凡对虫子简单训话，紧接牵起他的手，在众目睽睽之下迈出六合殿，朝紫竹峰而去。南华山大小12峰，主峰南华乃是天尊生前居处，目前住着掌教于度。相较于南华峰的雄伟壮观，紫竹峰又是别样景色。洛阴凡亲自给虫子布置居所，教习他如何吐纳之法，如此就能不必食五谷。虫子认不得字，得亏洛阴凡幻化图画册子，还给他换了一套白色袍子，质地轻软且极其合身，之前的破旧衣裳早已消失不见。此刻于度来找洛阴凡谈论虫子的煞气，唯恐会成为下一个逆伦。洛阴凡承诺绝不传授种子法术，就让他在崇华宫做个普普通通的小仙徒，全当给自己找个洒扫侍奉的小徒弟。然而虫子初来乍到，没有规矩，为填饱肚子，直接把捞出池塘里的百年锦鲤，烧着洛阴凡珍藏的古籍仙书架火烤。洛阴凡气得几近晕厥，又不好呵斥虫子，索性给他立下规矩，从此以后不可杀生，更不能有害人之心。因为紫竹峰鲜少有外人上来，偌大的崇华宫冷冷静静，众子尚能谨记尊师重道，可到后来洛阴凡发现，这个小徒弟看似听话，实则调皮捣蛋。尽管每次虫子都能给洛阴凡气个半死，可是总能被虫子哄得没了脾气，
几番闯祸都不忍过多责罚，也就由着他暴露本性。悠悠转转过去3年光阴，当初入门的弟子都有长进，只有虫子整天无所事事，领会到何为度日如年。偶尔会在房间里练字，亦或是画王八。时间一久，虫子开始向往外面的世界，希望能够下山，奈何遭到师父拒绝。这天，鱼肚率领众弟子祭拜祖师，虫子独自偷跑下山，谎称自己奉命熟悉南华各处，与各位师兄师姐们交流修炼心得。鱼肚信以为真，安排司马妙元带着虫子四处转转，交代完事项就离开。自从司马妙元拜入闵云中门下，他在南华派的地位完全不同，就算是秦科都要尊称大师姐。司马妙元任由师妹们对虫子轻蔑嘲讽，完全没把鱼肚的安排放在心上。虫子自行游逛，意外遇见秦科，二人立马认出对方。虫子遇见秦科，方知众弟子皆已习得法术，唯独他整天待在紫竹峰练字。秦科向虫子展示法器八荒剑，并且带着他御剑飞行，途经南华主峰，落在仙果林。此处长满绛珠果树，传言来自神界，能够增加灵力，经常用于招待各大门派掌门，普通弟子尚且没有资格食用。岂料话音刚落，虫子伸手摘下一枚绛珠果，紧接引来守林弟子。秦科暗呼不妙，急忙拉住虫子躲了起来。回去又碰到司马妙元，虫子不愿领罪认罚，浑身煞气尽显。好在沐浴及时出现，为其压下麻烦，不予追究。待秦科和司马妙元走后，沐浴引领虫子来到祖师殿，三面墙上挂着数幅画像，祖师们容貌栩栩如生，或安详，或凶恶，或笑容满面。下方摆放供桌和香炉，大殿正中央悬浮天魔令，隐隐约约可见暗红色光芒，震慑进虫子心里，令他慌乱恐惧，不敢过多逗留。原本虫子以为师父会重重责罚自己，没想到骆阴凡埋怨起司马妙元和秦科，还表示要把绛珠果制作成丹药给他服用。虽是如此，骆阴凡又给虫子立下第2条规矩，在外不可争强好斗，不能欺辱别人，更不能为人所欺辱。看出虫子还在为法术的事情耿耿于怀，骆阴凡递上西春楼的糕点哄他高兴。当天夜里，虫子从噩梦中醒来，满脑子都是天魔令，心绪难安。鱼肚照常来找骆阴凡钓鱼，感叹他一身精湛法术无人传承，该是时候考虑多收徒弟。骆阴凡强调虫子是自己唯一的徒弟。虫子想要给师父惊喜，闯入竹林雕刻人像木牌，结果被看守竹林的神兽酸泥袭击，木牌应声落地摔成2半。虫子怒从心头起，不知不觉间凝集煞气，转念思及师父的教导，煞气瞬间消失。骆阴凡见状深感欣慰，重新修复木牌，继而知晓虫子曾经见过楚不复。自从楚不复坠入魔道，改名万劫，至今下落不明。骆阴凡允诺虫子下山，亲自陪他前往盘海镇。时隔3年，盘海镇大变模样，不复往昔凋零，更显繁华。可惜虫子没能找到小豆子，心里难免失落。骆阴凡带他来到西春楼品尝美食，由着他喝得酩酊大醉。正当虫子抱着酒壶谈笑，忽然听见隔壁桌传来斥骂声，回头看去，竟是一位富家公子逼迫女子喝酒，稍不顺心出手打人。虫子冲过去教训富家公子，殊不知骆阴凡暗中相助。富家公子见势不妙，留下银子拔腿就跑。女子模样看起来极为熟悉，虫子一时想不起何时见过对方，岂知她就是小虫子，但是现在沦落风尘化名红豆。虫子看着红豆转身离开，不明所以，索性回到座位上继续喝酒，目不转睛的看着骆阴凡，越看越觉得秀色可餐。楚不复突然现身盘海镇，骆阴凡有所察觉，叮嘱虫子在原地等着自己，奈何虫子不听话，偏要跟出去，险些被楚不复误伤，幸好他急中生智，自报家门。骆阴凡要求楚不复跟他回去，楚不复并未答应，扬言势必会带走龚可然。也正因如此，明公主写信向仙门求援，希望龚可然能够藏在清华宫，并且借助公主卓药寿弹伏击楚不复，夺回魔剑。经过详细商议后，骆阴凡代表南华前往清华祝寿，便于应对楚不复。由于骆阴凡迟迟没回崇华宫，虫子忍不住寻来，恰巧听见他和闵云中鱼肚的交谈。闵云中认为众子天生煞气，
必留后患，意欲送其入四方炉，元神打散，永世留在南华。骆阴凡强烈反对，余度也觉得手段过于残忍，虫子实在听不下去，推门进来表明态度，无论如何都要留在崇华宫。这对师徒一唱一和，闵云中无话可说。骆阴凡决定传授仲子护身道法，相信他心存善念，不会作恶。骆阴凡回到崇华宫，挑选仙丹作为寿礼，顺便将一颗丹药送给虫子增长修为。虫子高兴不已，感叹幸好遇见师傅。骆阴凡也希望早点遇见他，不至于让他经历那么多坎坷。王悦劝说楚不复回魔宫，反而遭到楚不复斥责，若非他设计陷害，又怎会堕入魔道？当初楚不复奉命护送魔剑，期间师傅和众师弟惨死，甚至被魔宫护法天之邪重伤，毫无还手之力。为避免魔界夺回魔剑祸害苍生，楚不复宁愿强行压制，遭受反噬。魔剑宿主尚未出现，愿帮他入魔达成心愿，而他唯一心愿是希望保宫可燃周全。王悦也不指望能劝说楚不复投诚，干脆道出宫可燃的藏身之处。楚不复脸色大变。虫子和骆阴凡打赌，无需使用仙术，照样能与人为善，没有银两也可以填饱肚子。骆阴凡被虫子安排举着木牌吸引客人光顾，果然肉包子很快卖光。摊主夫妇感谢虫子赠送一个包子，虫子借此证明自己的能力。此时小乞丐过来乞讨，虫子认出对方竟是当年欺负自己的头头，只不过物是人非，虫子成为崇华尊者的徒弟，而他已被苦难磨去棱角。乞丐带着虫子去找小豆子，岂料小豆子不愿恶霸做妾，绝望之余选择上吊自杀。掀开白布后，虫子震惊昨夜遇到的姑娘就是小豆子，懊悔伴随悲痛席卷而来，急忙拿出九转金丹给小豆子服下，可惜九转金丹无法令人起死回生。门外传来恶霸找茬的声音，骆阴凡帮助虫子出手教训，虫子谨记教诲，没有滥杀无辜，继而跟随骆阴凡安葬小豆子。通过这件事情，虫子忽然感到迷茫，本以为拜入南华就能保护在意之人，可到头来束手无策。骆阴凡表示，此等人情冷暖，数百年来屡见不鲜，所以当虫子能够看淡一切，就能成为真正的仙人。因为仙人的责任不仅是要弥补人间散落的遗憾，更应该恪尽全力守护六界，保护苍生。